2026年6月22日，推好玩公司按照惯例举办每月一次的主题派对——疯狂动物趴。老板推好玩致辞后宣布开始，随即离场。6名员工围坐一圈，开始轮流讲述都市怪谈。灯光昏暗，天花板骤然坠下一截断肢，写着“复仇”二字。此时，员工盯着你和宁瞅啥，凭借一处蚊香烫痕，辨认出是老板推好玩的右腿。怪谈竟成衬演。然而复仇者是谁？为何大家入职之后逐渐显有了动物的属性？推好玩公司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可言说的秘密？推门游戏副本4正在解锁中。嗷！好有狼性，好有魅力。老王还要做之前弄下尾巴，我有个人情绪吗？我有吗？没有啊，看起来就是秉公无私。听不见，看不见，不要吓我。卡皮巴拉，卡皮巴拉，卡皮巴拉，卡皮巴拉。啾啾啾啾！你怎么会突然变成一只猪了？有请不可怕不怕不可怕不怕不怕不怕科二，他叼着根草就走了吗？我们拿武器过去。走，让我来揭穿这最后的秘密吧。等一下，这个手证明了一件事儿。什么？刚才我们说的公司怪谈成真了。原来那个便签就是你写的，也有可能你就是。它还存在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，或者我的意识，或者是我本身就是。如果这是，那推好玩是不是？但是这些照片怎么回事？现在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点，它现在有双重杀机了，这两个东西同时出现了，就说明凶手是用了这2样东西。你俩来比的话，你的动机会更重一些。你是狐狸，我是狗啊！你是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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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！原来2位是推坦大人，是镜子。现在才知道，好可怕。那还有，怎么了，老弟？没怎么。这小狐狸一看就胆子很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是，我帮你拿着，你要小声一些。没事，没事。我上。你为什么说话就是这样说话的？他开门进我房间了，叫人，赶紧叫！这是巧克力指甲，他会帮你想办法。这是谁？他赠给。哦，我懂了，他也那个了。会不会就是这样？就是刚开始，但是慢慢觉醒了意识，就是因为性格太好，触底反弹，你还没有动机。他的头其实像被。所以他整个身体已经有点着急了，感同身受不是，应该不是杀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在进笼子之前，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断肢，就证明他不是在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，所以是他自己来制造这个恐慌，有一种想保护你，我把告诉你，那个是你买的，是不是？我的职场生存法则就是这事儿我不会，这活儿我不干，遇事能躲则躲，想要抓我花不了钱。好乖的小妹妹，我喜欢。你是美人鱼嘛？哦，对哦，怎么变老妖婆了？我没搞清楚状况，现在知道也为时不晚呀。姐姐，被威胁了，你就眨眨眼。我都是自愿的。刚才是谁说我们2个人是凶手要锁凶的？谁呀？他说了。等一下，我是 HR，本公司不允许公司恋爱。说点好话来听听。卡比巴拉，我
的最爱。真的吗？对。从实招来，自己弄的。为什么这些全部被折磨？我可以折磨我弟弟，我绝不允许。所以你就想杀了他，他们就觉得你就是用来被关上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发现自己有？你想杀老板吗？跟的字一样吗？兔子急了也咬人。哎，你说如这个是不是排凶？排掉有，因为他已经，老板一直让我就是随叫随到，所以我怎么可能还会就是趁他什么他不在了，我去他办公室，根本推不出来。因为我的性格是卡皮巴拉嘛，所以说回头一想 ，KK 也没事儿啊，没错，就一笑而过了。你的耳朵又翘起来了，我的耳朵被我自己给吃了。别按我，千万这样的舞你从未给我跳过。看着，哦，拿个东西，拿个东西，拿个工具。你看我像赶的样子吗？啊！我现在已经褪去了卡皮巴拉的外套，没有什么栽不栽赃的，这应该是跟那个可以连在一起。就因为他虐待了你最心爱的，你就想除掉这个老板。我们俩虽然是有非常大的怨气，但是我们俩的性格你记住了，一个是卡皮巴拉，一个是 I 人，最大的价值炸完之后，这人就得杀掉。你有本事你一票分开来投我们俩。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，我想杀老板，但是我不敢。那你跟崔老板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？但是这里面写你们太忽略这4个字了，那是不是可能被凶手拿走了？我在想这是不是可以排掉他？修勾勾型员工就是在下。你是不是小狗？对。闻。好，然后走开路。他在哪儿？姐姐，这样的舞你从未给我跳过。贴 ，sorry， 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你真的要雕啊？哇！你念吧，哥，你更声情并茂一点。 no， 对我只要你自己，你要那种羞勾勾的感觉啊！等一下，等不了，你还等什么？说来就来了。都怪你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互相撕咬了。世界上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有非常多，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？有一天我发现，我有的时候把手伸进这个洞里的时候，洞里面会有一个手。后来我发现其实又不对劲了，因为他跳的实在是太频繁了，所以我们这儿是一个。等等，朋友们，这个就是案发的时候凶手拉的，但是怎么可能我们都在啊？我知道了，就是说，在他时候他会出现另一种人格，这一点我也是，就是我觉得是有说服力的。就是我们一定要假设凶手是接触得到，不是的，他找的那2个人是陪，说明没有被排掉，不可以通过这个去排人的，那就 OK 了，杀人手法就已经出来了。你和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合谋的计划呀？其实我觉得可以排掉他呀。嗨，我要跳吗？要一起跳，跳啊你们！谁又是软呢？我呀，我是那个软。没事，这只脚要把它拿起来吗？哎，还不能看清，太好奇了，有点。先摸清楚，一会儿好躲。你别怕，不是我，你们不要破坏我们的关系。我不要啊！找到了这个钥匙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不要乱讲。哎，开着走。哇，他胆子真大，辛苦啦，惊呆了，想你啦，me too。嘿嘿，刚刚是有个大喇叭，你一直在演，这是栽赃，绝对不是我。老板其实早就知道你要变成卡皮巴拉了，他其实一直在被
要带他出去，发现我们俩出不去。4月21号我还没入职，因为你是个 I 人，你社恐，然后他还逼你直播，然后你就更痛苦了。应该是一直拿闪光灯照他了，所以他是被锯子锯掉了4只。那个不是有一个烧了吗？那个字是你写的对吧？凶手为了出去，所以让我们都先进去。你为了姐姐可以啊，他已经没有办法解释了。欢迎来到副本福利站。玩家需要根据导演给出的2个奇特生物名称，按照自己的想象或者理解作画，同时在绘画的过程当中，需要快速回答导演的提问。画完后需要和实际照片进行对比，外形相似且解释合理即为成功。来吧。第一个生物是猴头鹰。猴头鹰啊，好。裸海蝶。裸露的裸，裸体的裸。 OK， 好，开始你的挑战。OK。本季玩家中，你觉得谁最容易被骗？本季玩家谁最容易被骗？我。没有开玩笑，阿金啊，阿金可能这个目前来说，可能这个跟我们来比的话，金要是会少一点，对。你觉得本季谁是体力担当？体力担当那一定是贺和那个谁了，和柯了，这2位都体力非常厉害的。那你觉得谁当凶手的时候玩得最好？凶手玩得最好，我觉得贺和小丁都不错，因为他们2个就都看不太出来啊，这就是很厉害的。如果开推团是一个家庭，你最想当哪位家庭成员呢？当个家庭主厨吧，是吧？可以给他们做点吃的啊。那你觉得谁的成长变化是最大的呢？成长变化，我觉得是那个柯因为这一季整个担当起来了啊，就是特别的棒。对，有的时候我对他都非常的依赖，而且包括破案上也是非常的聪明啊。那你最喜欢本季的哪一套造型？本季最喜欢的造型可能是古装吧，对，因为我已经大概2年多吧，没有拍古装戏了，然后可能再次穿上古装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瞬间回到拍戏的那个时候啊，就有很多的回忆啊。那你用一个词来预测一下今天的表现？不敢预测，因为这一季剧本的设定什么的都非常的。就是怎么说呢，离奇，超出我的预想，然后整个环节设计都非常的复杂，也不知道，不敢太预判自己的发挥，当然也希望那个能够最后猜中凶手了。好嘞，展示一下你的猴头鹰和裸海蝶。猴头鹰啊，可太厉害了，是不是？画了个孙悟空的脸，然后呢一个鹰嘴，然后下面是鹰的身子啊，这个是猴头鹰，反正基本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小猴脸啊，是的。猴头鹰画的是很像啊。是的，因为我好像见过这个东西。罗海蝶呢？罗海蝶我有印象，它就是一个像蝴蝶一样的一个水生物，很小，本来就像蝴蝶嘛。然后因为它在海里，所以我给它画了个鱼的尾巴。罗海蝶。那这个解释一下。是不是？你看看须子都是一模一样的，然后翅膀呢，就是经过一些艺术加工，然后整个这个给它加了一些花纹。因为罗海蝶有很多品种，可能是啊，我想的是可能是。然后身体整个的主干啊，这个地方画的非常的像，和它是简直是一模一样。这个尾巴呢，可能我是加了一些这个欧洲绘画艺术上的那种想象，也就是那种野兽派，就很大胆的那种画风，让大家更能够去通过这么一张离奇的画作去了解罗海蝶这个生物，是在呼吁我们要保护海洋生物的这个生态，对不对？也起到了一个环保作用。好 ，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开始你的挑战。好。猴头鹰、蓝角、千鸟。在本期玩家中，你觉得谁是铁坦？我觉得张凌赫和周柯宇都变态了。你觉得谁最容易被骗？本期玩家中，我觉得最容易被骗的应该是张若楠女士。在本期玩家中，你觉得谁是可爱担当？可爱担当，我觉得是小丁。你觉得谁最爱吃醋？我觉得是张凌赫最爱吃醋。是谁的错？吃所有人的醋，不关注他，他就吃醋。
因为它画完啦。对啊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好像啊！真的很像。哇，怎么那么像？感觉像我看过题的一样。一种叫做沙钱，这是生物吗？是的，这是一种生物。按你的想象力来啊，你边画我边给你提问啊。你觉得在我们的所有玩家中，谁是最容易被骗的？最容易被骗，小丁吧，因为他最善良。谁是你们当中的铁坦？铁坦周克宇。那你觉得谁是气氛担当？气氛担当金姐。那谁是吃货担当？吃货担当我。在所有的玩家中，如果挑选一个人给他加麻加辣，你想挑选谁？小丁吧。你最喜欢自己本一季哪一个造型？白色长风衣那一套。好的，第一个画完了是吧？对。你先描述一下你的画吧。沙钱嘛，就是一只爬行动物在沙子上，然后身上都是钱，沙钱。给你看一下脸，你自己家觉得像不像？我觉得很像，因为我画的其实是这个东西。那外面那一框是什么东西呢？那只是另外的背景而已，点缀，这是我画作的一种构思。第二个啊，猴头鹰。你觉得所有的玩家里面谁是最有反差感的？最有反差感，小丁吧。开始见他就是很帅啊，然后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。如果开队团是一个家庭，你最想当哪一位家庭成员？我想当大家的兄弟姐妹。对，大家都是兄弟，都是同辈的。你最想推荐大家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？狐仙吧，临近太湖了，好久没吃狐仙了。我画完了，看一下。哥，我不知道猴子长啥样啊。这猴头鹰是跑的，它不会飞的。那为什么叫鹰啊？这，好吧，你有种奇特的生物。其实我跟他画的也差不多了。你看，首先就是两个长得都很抽象，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出来。我其实这个画的也是他的两只手，只不过就是我这只猴头鹰的比例会好一点，它的手比较长，这只猴头鹰就手会比较短。但其实也是一个物种，大家应该一眼都能看出来，是吧？那你通过。OK， 什么生物？好，第一个是沙钱。沙钱。对。沙钱。沙子的沙。钳子的钳。钱币的钱。钱币的钱。OK。第二个是海天使。我就可以画了是吧？对。好，我们开始提问题。你觉得谁最容易被骗？难为情。玩家中，你认为谁的胆子最小，最容易被吓到？胆子最小，惊呆了。玩家中，你觉得谁当凶手的时候玩得最好？我。你觉得谁是最有反差感的？最有反差感。丁。如果要参与单线任务，你最想和谁一起完成？我自己。在这一整季的表现中，你觉得谁的成长变化最大？一整季的成长变化吗？我吧，那就来，让我们对镜头展示。OK， 这是沙钱。它是一个动物啊。哈，孤陋寡闻了。这也是个鱼类啊。这个画的挺像的。首先，它其实外形酷似一个人体，像不像？它有头有手，然后这是它的身体，然后这是它的脚，而且都是这种流线型的，所以我觉得特别像。海天使，然后这个沙钱，首先也特别像一个沙子，然后中间有个图案，然后有小须须，而且还有一个，我用沙子，你看一点一点，而有钱币的特点，所以叫沙钱。OK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开始你的挑战。猴头鹰，你觉得谁最容易被骗？本期玩家中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容易被骗的吧。谁的胆子最小？胆子最小的应该还是金姐吧。在本期玩家中，你觉得谁最靠谱？最靠谱的应该是宁哥。在本期玩家中，你觉得谁当凶手的时候玩得最好？
我觉得宁哥、贺都挺厉害的，金姐也挺厉害的。在本季玩家中，你觉得谁最擅长推理？最擅长推理的肯定是宁哥，毋庸置疑。在本季玩家中，谁是最会照顾人的？最会照顾人的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其实大家都很照顾彼此。在本季玩家中，谁最具有反差感？最具有反差感的，我觉得应该是金姐吧。每次去当一个凶手的时候，状态都是非常的和平，让人难以琢磨得透。对，你阐述一下你这幅画的作画过程。猴头鹰，我真是没招了，兄弟，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画猴头鹰。但是鹰的特质我倒是画得很明显啊。首先1000这个你看线眼睛出来看视力是1000公里，然后高度是一个10000米，就是飞在10000米高空能够看一个1000公里的一个鹰眼视角，我只能给它画成这样，我就燃尽了，只能说，对。照片，你看看你觉得像不像？这样的话，你解释合理就成功。好呀，我觉得是有几分神似。猴头鹰是啥东西啊？真有这生物吗，朋友们？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真的有这种生物吗？猴头鹰，而且它是在地上跑的，这个是在地上跑的鹰，朋友们。猴头鹰是跑的，但是我是逻辑是这样的。你会看到我画的很多这种我的很多信息给的呀，是你能够去对这个物种进行一个猜测的。比如说10000米高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1000公里的这个视觉鹰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综合来看的话，我肯定还是给到了这个大家所需要的信息的。对，相似程度你打多少分？相似程度我怎么着也1到100分，我也会打一个60分，一定是及格了的。对，没什么问题。对，是的。还有一次机会。稍等。这个呀，朋友们，就是咱们就是对 ，OK， 以后也不要让别人看到这个。好，下一题吧，来。下一题，知道啊？沙钱。什么东西？沙子的沙，钱币的钱。沙钱是动物吗？沙钱。救救我！这个特别简单，朋友们。在本期玩家中，你最想给谁加麻加辣？当然是小丁儿啊，肯定给我弟加麻狠加再加辣。在本期玩家中，最想和谁一起当推探？最想和宁哥一起当推探，因为此人推理能力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在本期玩家中，觉得谁是吃货担当？吃货担当啊，吃货担当，我觉得赫尔肯定是对。你最喜欢本季哪一套造型？本季哪一套造型我画完了。本季哪套造型我比较喜欢的是我们这个龙东军的那一次吧。OK， 好，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，朋友们。这个就是沙钱币，然后很多的沙子，对。你领取一下你的沙钱。好 ，OK， 朋友们 ，OK， 行。我说实话。这能给80分，形状各方各面的都是非常相似。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我相信观众的眼睛一定是雪亮的，你们一定是会给到我一个最公平公正的评判，对不对？你看圆形首先非常正确，其次我甚至连它周围的这个线我都有给出很隐晦的指示。它这个其实没什么辨别度的，我再画个圆圈，中间画个这个5星，说不定你还以为是朵花呢。如果它在画上，对不对？就很明显就是我能给80、90分。对，太到位了，简直，好，那算你挑战成功。挑战成功。准备好了吗？请开始你的挑战。猴头鹰。猴头鹰。天哪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画。在本期玩家中，你觉得谁最容易被骗？那肯定是我啊。难为情。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还是没有把握好。在来之前，你认为谁的胆子是最小的？金姐吧。原因是就感觉她胆子比较小。你的猴头鹰画完了？画完了。我已经画完了。好，让大家看一下你画的猴头鹰，然后可以看一下真正的猴头鹰是什么样的。好吧，确实是猴头鹰。你觉得自己画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你看我们这个爱心画的是一样的。
对，对啊，可谓是一模一样，眼睛也都一样。哎呀，鼻子没画出来，现在给他画一个鼻子出来。然后可以画第二个。好。海天使。什么东西？海天使，也叫罗海蝶。你觉得节目当中谁最擅长推理？我觉得开推团的每一位应该都很适合推理吧。那谁会是铁坦呢？你想过吗？反正我觉得金靖肯定是因为我知道他胆子比较小，其他人是不是铁坦应该都有可能吧。对。推荐一位你的好友来开推的话，你会选择谁呢？新认识的好朋友梦姐吧。哎，你画完了吗？早就画完了。好的，那下面我们来揭晓一下。哦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也只能说是一模一样了。好的，恭喜你挑战成功。好，那么本次福利放送双倍惊喜，请在3张福利卡中选2项。行了，那就选个软糖，选个巧克力吧。它可能因为有的时候在动脑的时候需要很多的这个能量和热量，所以让他们补点糖分啊。肯定是选推好吃啦！我要酸酸甜甜水果瓦和禁止焦虑。冰冰凉凉小甜水和这个香香软软小面包，又有吃又有喝。我要吃这个小面包和这个巧了不是？首先牛嘎嘣脆一定要的，小面包，这是固定节目啊，朋友们。那我就选一个猜猜我是谁吧。吃的也可以选一个是吧？你想吃3 Q 糖？哇哦，这里有点小零食。喝口水，喝口水。我来倒，你手不方便，我来。来。哇，你喝吧，你喝，好，这还有，谢谢。还有卡皮巴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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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皮巴拉。妈呀，这里有好多你的吃的。干果。这是巧克力是不是？哦。正片 SVIP 每周3、周4 12点更新 ，VIP 次日12点更新，会员抢先看1周。每周2 12点副本解锁中，提前解锁角色高能时刻。每周4 12点副本存档中，一起还原案件真相。每周5 12点推门万事屋加更开推团的日常，推门居民幕后采访，了解更多玩家幕后精彩瞬间。每周6 12点推门玩家彩蛋，捕捉玩家更多精彩时刻。每周日12点推门花絮连看，持续解锁正片之外的隐藏惊喜。每周日周一预告抢先看，更有推门补给站、推门吃播大赏本周日掉落，全员开启干饭唠嗑模式。夜色习惯意推是视线密距离，人云晃灯影稀，暗潮无声才有意。风声起，脚步急，乱世藏进隐隐去，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。秘密心藏着爱，建立着大旗，残气继续是播音，谁藏你踪迹？一生与风声合力鼓弄着宣讯，下一秒谜句或谜底，真相的全部已清晰。扭开悬念问号，开始推理吧，一起推脱不脱，它真与假，生的魔法。